好，今天是我们天秤座5月下旬的情人关系。其实天秤真的算得上是，感情当中的一个艺术家啊，因为他是非常会，这个不是说他故意演你啊，或者说是表现出来的一种人设，而是他天生是自带这种天赋感的啊，就是会有这种精神按摩情感按摩这种感觉的。所以当他真的想跟你好好在一起的时候，你跟天秤谈恋爱，这个舒适度、体验度其实是会非常好的。那哪怕说是分手了，天秤一般也不太会去撕破脸的，就是大家好聚好散，甚至说是我祝福你过得好就是一个比较和平式的就是不会说是搞得很难看的。那很多人会觉得说是天秤比较容易出海王海后会比较渣，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天秤的确人家也有这个天赋和实力其实就要看他觉得这段关系当中对他来讲到底是不是值得的，因为天秤他会非常讲究这种公平和平等，就我一直讲他不会说是去贪图你什么但是我希望说这段关系是一个对等的，一旦他觉得这个天平倾斜了，或者说是一边倒了，那他就会选择去找其他的一些方向。那看一下我们这个感情基础，抽到的是一张圣杯王牌的逆位这段感情结束了，有人会觉得自己错爱一场，会觉得对方你就是不值得我就是爱错人了。其实这个是分手以后最可悲的或者说是最不好的一种情况因为一些现实原因也好，因为磨合的不好也好，因为怎么样也好，大家毕竟当初是爱过的，但是真的是分开手之后，如果有人觉得我宁愿当初没有遇见你我就是可能错付了自己的一腔热情这个其实是对关系对曾经的这个感情最大的一个否定。那看一下我们天秤的一个现状，抽到的是一张星币国王的逆位。这段关系当中还有分这段关系当中，男生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负起关系的一个责任没有办法尽到这种责任、承诺和义务的。所以相反回到星币皇后，可能还是女生的价值感比较高，或者说是女生在这段关系当中，她的这种金钱现实安全感方面给予的要更加的多一点所以会有一种阴阳错位的一个感觉在里面。那这种男性方面这种男生这段感情的这种男生当中负不了这个责一个可能是不想负，另外一个负不起。那看一下我们这个对方这边一张审判的逆位这段关系就会有多角的这种牵扯在里面的，还会有其他的人，可能很多其他不相干的人，连什么朋友或者同事或者说是那种暧昧关系桃花夹杂在这段关系当中，所以对方也会觉得其实挺累的这就不是一段很良性的关系也不是一段能够受到老天眷顾的不是那么光明正大可以去好好在一起的一段关系，所以对方会觉得有种无法避免的这段关系会被其他人所影响，会被其他人所插足、所干扰的所以两个人的一个逆位牌其实都会有自己的这个无奈在里面的。那看一下我们天秤对复合，抽到的是一张宝剑2。天秤这个时候更多的其实是希望自己冷静一下的，对对方还有感情，但是他会觉得天秤会觉得现在我考虑感情可能没有什么用我现在就是要跟你保持这个距离，哪怕有感情我自己忍着，我自己憋着因为这个感情对我来讲现在没有就是没有好处没有意义。如果说我在此刻再去思考感情的话，所以会有一个蒙蔽自己的双眼要跟对方去保持一定的距离疏离感，你不要太来影响我你会影响我的很多的这种心情思绪，所以我现在就是想一个人待着这个是天秤的一个想法，但是事实上是没有做出一个最终的决定，我到底是要复合还是索性算了这个时候还是在两个决定当中犹豫徘徊的，没有下定一个决心。那看一下我们对方对复合一张恶魔牌这个天秤对对方的吸引是强的，但是这个关系对对方来讲虐的感觉也是很深的因为恶魔本身呢，我一直讲就是这种天生的吸引力就是会很强。那你哪怕说是考虑现实，哪怕说是这段关系有人的原则底线被打破了，但事实上我也就只能接受因为这种吸引力在我断不开所以对对方来讲的话吸引力还是在，并且其实还是深的是没有办法轻易的去摆脱掉天秤给到自己的这个影响的。哪怕说两个人分手了，哪怕你们这个分手是有点难看的这个对方还是放不下的。但事实上在他心里面已经是有这个预设了这就不是一段好的关系，不是一段对我有利的关系。那看一下我们这个导致分开的一个因素，正义牌这个关系就是会有一种
比较难见得光啊，当中这种多角在里面影响，导致这个关系一种失衡的一个状态。某人可能他是一个被蒙在鼓里的，或者说是曾经有被蒙在鼓里的一个状态。那当谎言被揭穿当真相被发现的时候这段关系就注定会面临一种裁决就是可能一个分开，或者说是一个疏离。因为正义这种牌呢它正义是终将回归的，天平始终是会当初吃亏的那一方，或者说是被蒙蔽的那一方他是会站起来的。但是这种站起来呢，就会导致你们原来这个关系就没有办法按照原来的模式再去进行下去。那看一下牌给到的建议，抽到的是一张圣杯皇后。这关系你说哪怕有多角过吧，哪怕说是有过这种不太光明的地方，但事实上还是可以去，其实还是可以去爱的因为哪怕说是有点凌乱，但是当初这个感情其实还是真的也没有说是一个很纯粹的很纯粹的一个欺骗在里面当时讲的话是真的，只不过后来出现了一些其他人或者说是其他的这种影响在里面。但是关系要去复合，一定是需要有这种包容的力量，是需要跟过去去和解的。如果两个人还是掰扯以前的事情那这个关系可能就比较难了他一定是要有一个包容的一个力量在里面的，先跟自己和解，才能去跟对方去和解。那看一下你们这个天秤一件不知道的事，抽到的是一张星币6的逆位，所以这个就是三角关系或者说是这种金钱现实上面的一个纠纷的一个感觉。那你说对对方来讲这种三角关系一定是不能接受的嘛？事实上也不是但是回到了这个星币5，对方其实也会是一个很拉扯的一个状态。一方面可能这段关系当中有三角，第二个方面呢又会觉得其实问题不大，影响也不是那么大，所以对方也会有这种很矛盾的感觉。但事实上回到这个星币5，对方也知道我跟你天秤如果说再回到以前的话，这个隔阂其实已经是产生了，我都不对我们的未来抱有什么希望了，因为这个隔阂是比较难去跨越的这个隔阂是比较难去消除的。哪怕说再回到以前，可能还是会有一种形同陌路或者说是名存实亡的一个感觉。而且对方会觉得这个关系吧，自己其实这段关系对他来讲是不公平的。那看一下我们这个复合走向，抽到的是一张恋人牌的。这个关系前面是比较凌乱的，但是事实上后面还是有在一起的这种可能的就是因为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其实还是没有尽的，还是没有断的，所以一来二去还是能冲破这种阻力就是单凭自己的一个对对方，就是单凭自己我对你还是放不下的我对你还是有感情的还是会去在一起的。所以这个还可以关键就是你们前面是不是愿意去和解。